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换脸工具的更新。这个工具呢，我们去年发过，那么它的最新版呢是 1.8，中间呢可能隔了几个版本吧，新加了很多的功能。我试了一下，确实好用，这个新加的功能挺不错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给大家更新一下。首先呢，它新加了一个功能叫口罩，那么使用口罩保留原来的嘴巴。这个好理解啊，就是你对视频换脸的时候，因为嘴不是会动的嘛，他在说话啦或者干点别的。如果你直接换脸的话，那么嘴部呢可能会出现问题。那么保留原来的嘴呢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。那么第二个呢是人脸映射，这个所谓的人脸映射呢，就是多人脸。这一张图片上有多张人脸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可以指定某一张脸去换成什么样子的，就是每张脸就可以单独去指定。新加的功能非常不错。然后今天的包，这个是2.6G 啊，非常的小。这个大家自己下载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是启动这个。我们趁着功夫呢，给大家说一点别的内容。这个显卡的安装，它这个呢是支持这个所有的显卡。大家看啊，它这边是支持所有显卡的。N 卡我已经装好了，大家下载就能用。那么其他的显卡就只得大家自己装。比方说这个，他们俩都是苹果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A 卡的，还有这个，这就比较少见了。这个英特尔基本就很少见了。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。然后呢，这边我给大家放了文件夹，这里面的话就是把这些命令呢全部复制过来了，方便大家使用。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啊，选完之后呢，然后你需要激活这个虚拟环境。如果你激活不了虚拟环境的话，这个你需要到网上去搜索一下，因为像这种东西比较常见的一些常识啊，这个我就不去花时间讲了，大家自己去搜一下就行。网上有很多的教程。然后这个就说到这儿啊，我们看工具啊，这边启动了啊，这样的。这个呢是它的这个使用界面啊，跟上回差不多，但是这边呢多了很多按钮。咱们根据例子来说，先来选一个图片，然后呢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呢我们随便选一个。然后呢这个嘴部遮罩，只有咱们刚才说的那个，如果你不开这个的话，那么就是它的嘴；那么开这个的话，就是还是保留它原来的嘴。当然咱们还是先保留吧，保留一下。然后呢你直接点这个开始就行，存下来就行了。这边会运行，这个咱们稍等一下就行了。它这个资源的占用不太多啊，看一下吧。2.3G 对吧？非常的小。哦，7G、4G 啊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结果，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啊，这是我们这个画完之后的图片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。大家看这个嘴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保留了这个原来的嘴啊，因为我们打开了这一项。然后这个是显示这个遮罩框，这个咱们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开，因为你开了之后呢，在这边会看到一个绿色的框，但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。好，关掉它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选项，保持 FPS 啊，像这些东西呢都是针对视频的，还有这个保留声音也是。那我们先关掉它。保留中间帧，它也是针对视频的，关掉它。啊，然后下面是多人脸，这个是用来替换多张人脸的。当然，这个咱们换张图片，给大家看这个多人脸的一个替换。然后打开这一项啊，打开之后呢，就是这一个人脸会把所有的全部替换掉。那么这个是多人脸的用途，这一项肯定要打开。高清，我们点这个开始，出来了，速度还是很快的。大家看，那么都是同一张脸，这样的话，它把5个一起替换掉了。这个是多人脸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他的，脸部映射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你可以指定每一张脸要替换的对象，这个是非常有用的。那么你在打开这一项的时候，要把这个多人脸关掉。如果你这2个同时开的话，那么它还是会把所有的脸全部替换掉，这样就出问题了。把这个关掉啊，打开脸部映射，然后呢点开始。啊，大家看这边多出来一个框是吧？这个你就可以指定每一个脸的一个对象。比方说咱们换这个，它是戴帽子这个，所以我们来找一个，这个吧。让它来换这个啊，然后我们再来找一个，找个明显的，就它吧，它应该是最右边的，这个吧。然后我们点这个提交，然后再来这个保存，然后出来了，速度挺快。大家看是吧？这一次它呢就换了一个它，然后呢换了一个它，它俩换了啊，但是它3个呢还是保持着最原始的这个图像。大家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这边呢额外再给大家说一个图片的问题啊，大家看这个图啊，这个图这个头发比较长，把这个眉毛什么都遮了，这个图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问题。演示一下吧，还是它，然后我们还是指定这个，然后点这个提交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换过来了。大家看这一块是不是出问题了？黑色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就是这个头发太长了，这边是头发比较长，然后它这边呢是没有头发的前面，所以说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啊，黑色。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
你就换一个这个头发少一点的，就是别把这个前面遮住了，这样的话换出来就不会有问题了。这个是人脸音色，关掉它。这个修复蓝色镜头的，说实话我也没找到它干嘛的。这个可能是如果说你的摄像头出问题了，可能可以修复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个图片就说到这儿，剩下的话我们看一下视频，来选一下目标。视频的话在这儿啊，这个地方切一下，这样也可以找到这个视频。然后用它换它，这样的话，其他的我看啊，嘴部遮罩我们肯定要打开，高清肯定是需要的。FPS 这个就不开了，保留声音，行啊，咱们就这样，然后点这个开始，好，这样它生成一个视频，好，这边开始运行了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跑这个进度条。那么这个视频的这个换脸呢，比较费时间，然后也比较费资源，有时候呢在这边会报错，报错的情况下，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你的配置不够，会导致这个报错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多出来个文件夹啊，这里面就是这个每一帧的这个图片，它会对每一帧图片进行一个换脸，然后高清，然后再把它合成一个完整的视频啊，是这样一个过程。所以这边呢就多了一个选项，这一项啊已经没有了刚才那个文件夹是吧？因为它这边换完视频之后呢，它就把这个中间那个文件夹就删掉了。如果你打开这个选项的话，那么那个文件夹会保留，这个就是保留中间帧，就这个意思。关掉它啊，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视频哪儿去了？视频哪儿去了啊？这儿。好，这个没问题啊，除了有点费资源之外呢，其他没有什么毛病，还是比较好用的，确实。最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实时啊，实时的话要连接摄像头，我们找一下摄像头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可以选择摄像头。假如这边没有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关掉，再重新启动一下，因为在这个已经开启的情况下，摄像头是检测不到的，需要重新启动。那么我们来选一张人脸啊，好，我们选这个。那么相当于就是把这张脸呢，把它换到我们的脸上，然后点这个实时，这样它会启动这个摄像头程序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实时换脸了。因为这个实时换脸这个东西呢比较费资源，所以说需要你的配置跟上。我这边呢就略微有点卡顿啊，然后画面呢也有些延迟。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了啊，这个换脸效果确实不错，非常的清晰啊，非常的自然，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。不过这个画面确实有一点延迟啊，有一点延迟，稍微有点卡顿。当然这个呢是因为这个电脑配置不够，这个的话只有提高配置这一个方法，其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，所以大家自己看吧啊。如果觉得你配置够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功能，这个用来实时换脸确实好用，非常不错啊，然后也比较容易。其他就没有什么了，这边功能应该都介绍了。如果遇到问题的话，我们之后再讨论吧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